麻袋的异样，魏婴自然有所察觉，他只当是神奇小麻袋被他家二哥哥同化了。8岁之前，魏婴就有了自己单独的院子，可他还是喜欢待在蓝湛的静室里，偶尔才会在自己的院子里就寝。这天，魏婴和蓝湛在院子里散步，蓝湛忽然蹙起眉头：“阿英，我……”魏婴紧张道：“二哥哥，你怎么了？”蓝湛却握着魏婴手：“找父亲。”魏婴点头如捣蒜：“好。”阿英这就带着二哥哥去找师傅。青恒君正在书房处理宗务，就见他小徒弟背着已经昏迷的小儿子奔了进来，心下一惊，青恒君豁然起身，快步走到背着蓝湛的魏婴面前：“阿英，阿湛这是……”魏婴一脸快哭的表情：“师傅，二哥哥和阿英在院子里散步，突然说要找你。”走到半路，他就青筋暴露，脸色发白，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旋即晕了过去。阿英也不敢惊动别人，将昏迷的蓝湛从魏婴背上抱在怀里。青恒君3指搭在蓝湛腕部，吩咐道：“阿英，快去将4长老找来。”魏婴道了一声是，当即御剑离开。不消片刻，魏婴就带着4长老出现，却见蓝湛已经苏醒。“二哥哥！”魏婴喜道：“你醒来了。”蓝湛嗯了一声。魏婴眼眶一湿：“师父，二哥哥怎么了？为何会晕倒？”青恒君道：“灵力暴涨。”魏婴。青恒君先唇：“阿湛说，最近一段时间里，他总感到自己体内的灵力在增长，以为是修炼的缘故，便没有太在意，而是自己小心疏导。可今日他怎么也无法疏导体内多出来的灵力。”4长老一边为蓝湛把脉，一边道：“宗主所言甚是，阿湛体内灵力确实有暴涨的趋势，好在宗主已经为阿湛暂时压住。”魏婴凝眉：“暂时压住，不就意味着二哥哥体内的灵力还是会暴涨？”师父。魏婴抓着青恒君袖子：“二哥哥就不能自己将他体内的灵力吸收吗？”青恒君沉吟：“可以是可以，前不久你不是用爆破符在冷泉附近炸了个寒潭洞出来，阿湛可以在那里面闭关，疏导体内灵力为己用。”魏婴皱皱眉心：“师父，寒潭洞好冷的，二哥哥在里面冻坏了怎么办？阿英要陪着二哥哥一起去闭关。”青恒君想了想：“也好，阿英，你冷的话就待在阿湛的麻袋里。”闻言，魏婴脑海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快的让他抓都抓不住。见青恒君还在等他回答，魏婴便道了声好，微微一笑。青恒君道：“阿英，你和阿湛在里面好好修炼，师父和你师娘还有你师叔会轮流给你们俩送饭。”魏婴道：“嗯。”蓝湛点了点下颌。“师父。”魏婴抿唇：“等这次闭关出来，阿英想和4长老学医礼。”青恒君讶然。魏婴低头闷声：“阿英不想自己什么都帮不到二哥哥。”蓝湛道：“阿英，你做得很好。”青恒君摸着魏婴脑袋，笑着道：“阿英，师父有没有对你说过，你是师父的骄傲？”魏婴抬头：“师父，二哥哥。”4长老道：“阿英，学医很枯燥的。等你和阿湛在寒潭洞闭关出来，若阿英还想学医，随时来找老夫。”魏婴拱手：“是，4长老。”等蓝启仁知道此事时，魏婴和蓝湛已被青恒君安置在寒潭洞里。是以给两小只送第一顿饭的是蓝启仁，因为身上套着麻袋，蓝湛不似魏婴从头到脚都有白霜结成，只是露在麻袋外面的脑袋和脸上有点点霜花。睁开眼睛，魏婴喜道：“师叔，你给阿英和二哥哥带了什么好吃的？”蓝启仁道：“都是你和阿湛喜欢吃的。”魏婴欢呼。蓝启仁拿出饭菜：“阿英，冷的话，你就和阿湛一起待在他那刀枪不入水火不侵由灵力凝聚而成的麻袋里，尤其是晚上。”魏婴笑眯眯：“阿英省的。”蓝启仁却不放心：“阿湛，你师弟不听话，就和叔父说，叔父有的是办法让他乖乖听话。”蓝湛道：“叔父，阿英很好，没有不听话。”蓝启仁：“魏婴管耳。”蓝启仁离开后，魏婴说起心中的疑惑：“二哥哥，阿英来寒潭洞后，就一直在想你体内多出来的灵力是哪里来的。”注视着蓝湛与他隔着透明麻袋相握的手，魏婴言道：“原本阿英还没有想到，可经师叔一提醒，阿英豁然开朗。”蓝湛回想他叔父的话，
垂眸望着套在他身上的透明麻袋，问道：“阿英，你可是觉得我身上的灵力来自他？”魏婴眼睛一亮：“二哥哥也这么认为？”蓝湛道：“阿英，我只是怀疑。”魏婴道：“我可以证实。”蓝湛道：“如何证？”魏婴道：“我要和二哥哥一直待在麻袋里，若阿英体内也有多出来的灵力，不就可以证明二哥哥体内多出来的灵力是麻袋的？”耳尖一红，蓝湛低声：“阿英，你之前有和我睡麻袋？”魏婴道：“要么是我睡的麻袋次数不够，要么是我待在麻袋里的时间太短。”蓝湛缄默，这2年来，魏婴确实没有天天和他一起睡在麻袋里。如2只小团子所料，蓝湛身上多出来的灵力是来自套在他身上的麻袋。